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D 育护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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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D 育护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2亿智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戏第3季，我们第3赛段有意路对抗赛比赛继续。嘻哈之前也是体育生啊，人家后来就当了空姐吧，在飞机上送餐。她是空姐，我是地少。朋友们没招了，真的不要轻易网贷。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会让你摇摇头、眨眨眼。他说退，钱不可能退，我在那里退，他在那里不退，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那就针锋相对。跑到最厉害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客人，推门而入说：“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我当时指着招牌说：“快闪。”副驾是个非常邪门的位置，是个人坐上就要指导你，那个位置就是爹位。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已经胖回来了，谢谢大家。我还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妈菊花，感谢地三鲜，感谢毛球，感谢所有好吃的，是你们让我意识到西方的药物打不倒中国的美食。哪一组会获得晋级的机会？恭喜嘻哈新博直接晋级，再次恭喜23位晋级的演员，期待大家精彩表现。欢迎大家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的半决赛，欢迎大家！欢迎气氛组组长杨天真。大家好，我是杨天真，你们的喜剧老友回来了。今年呢，我没有做常驻嘉宾，但是我们公司也派了一位代表马思纯。其实小马前2年就想来了，但是前2年呢，我也想来。今年我们商量了一下，我说小马呀，还是你来吧，毕竟你是金马影后，坐在嘉宾席上是需要演技的。我最近1年出国留学，很多朋友很担心说，哎，那你出国去了，你们公司咋办？问出这话的朋友呢，肯定没有上过班儿。上过班的都知道，公司离开了老板，只会变得更好。你看我一走，我们公司的王安宇呀、马思纯呀、王天成呀，都火得不得了。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只要老板出去学知识，同事就能改变命运。我到美国上课的第1天，一群留学生就在教室门口堵我，手里拿着简历来找工作，都说要跟老板直接谈。我说别这样，同学们，我是真的来读书的，你们看我连助理都没带。他们说巧了，面的就是助理。我放假出去滑雪，还把腿摔断了，伤得很严重，要坐2个月的轮椅。但是我们家当时还闹跳蚤。国外的月亮我是没仔细看，但国外的跳蚤确实又大又圆。我在国内都没见过跳蚤，到国外才知道这玩意儿吸血。作为娱乐公司的老板，从来只有别人骂我吸血，没想到我也有被吸血的一天。
做冷雨出不了门，一个人在国外举目无亲，也没人来看我，光我自己在家喂跳蚤，但没人来喂我，我也不敢叫同学们来帮忙，我怕他们以为自己真应聘上了。我在美国见了很多人啊，还见了一位纽约的著名新锐导演杨蒙恩。他说呢，他要留在美国讲英文脱口秀。英文脱口秀，太好笑了。我不是说他的段子，是说他的英文。我说你太棒了，你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英文脱口秀。你这口音呢，外国人真听不懂，中国人真觉得好笑。我和杨蒙恩不一样，我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像之前在气氛组做了太久，我也看到很多观众说，为什么嘉宾都只夸人啊？很多人明明不好笑。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脑子里经常蹦出一句话，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演员呢，在台上一讲完什么职场段子，观众们都非常的感动，觉得太 real 了，嘴替。但你们知道吗？他们在台上口口声声骂老板，不能当资本的走狗，一到酒局就跟我说：“天真姐，能不能牵我？”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哪个牵啊。今天呢，我也 real 一把，跟大家说一点走心的。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担任综艺节目的嘉宾，未来呢，我就将告别所有的综艺节目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非常爱折腾，爱尝试新领域。我的下一步呢，是准备开一家国际传媒公司，开点国际玩笑，把我们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介绍给世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支持我的选择，因为我现在毕竟是大学生创业嘛，请大家支持一下。这次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回来陪大家，希望我这段呢也能让大家真的开心。我有了新的发展，也祝福各位选手有新的更好的发展。以后就不要再讲内部梗了，早日走向国际，开点国际玩笑。谢谢大家，我是杨天真。谢谢天真姐的表演，欢迎回来。我们欢迎这一季一直陪伴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欢迎在半决赛加入我们的孙毅老师，欢迎彩玲，我们的老友。咱们先问问天真姐啊，那您这个新的那个国际公司，咱们可以谈一谈。那这个告别综艺这个宣言，认真的哈？认真的啊，所以说这是真的，最后一次录节目了，这不是个梗。对，我就是觉得那个人生每个阶段应该做点不同的事情，然后这个游戏感觉已经玩很久了，所以想去玩点新游戏。那我们公司你还干吗？你怎么语气中有一种期盼呢？公司还是会管一下的，象征性的管吧。失望了吧？所以说你在综艺舞台上的最后一抹笑容就封印在这个舞台上了。是，那下半场你还看吗？因为算下一期了。Today， 今天 The whole day。好，那我们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孙毅老师，欢迎您。大家好，我是孙怡 ，Hello。这个也是上半年刚比了很多赛哈。那您对我们这个赛场上这些朋友马上要比赛的，会特别感同身受吗？对，我也是比赛选手，最近。对，我也可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但是我今天来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挺放松的，因为是看大家比赛嘛，跟着大家一起笑吧。特别好。其实今天虽然是半决赛，只是对我们这些选手特别重要，对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来说，我们就是一场放松的演出，开心的笑就行了。那我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半决赛整个的赛制的规则。这一场是一个大车轮战。我们有23组演员，根据上一个赛段的分数情况呢，分成了2组。我们前12名组成了叫做半决赛领先路先行表演，剩下的11位朋友呢组成了半决赛追赶路，他们会在后续表演。这一场跟前面所有场次都一样，一共还是220票，215位观众，我们5位气氛组组长1人1票。表演过程中，只要喜欢随时投票，最终我们会产生晋级总决赛的12组演员，也就是说，在这一期领先路的12组表演之后，我们会产生第1位今年首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首先就有请今天要展开对决的演员朋友们，有请半决赛的23组演员登场。我们欢迎半决赛领先路的12组演员。
期待是一样的，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请各位前往备战区入座。同样来到现场的，我们也欢迎坐在我们气氛组组长头上的这些我们全国各地的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朋友，欢迎各位。谢谢各位一直在全国的小剧场、开放麦、各种演出中支持大家，欢迎。那陪伴我们的除了所有这些朋友，当然还有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又是一年半决赛，又是一年最后一战前的最后一战，临门一脚前的临门一脚，还是会紧张的，还是会压力大的。那咱们马上开始，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朋友，半决赛主动选择了开场，勇气可嘉。他呢留着一头短发，上一轮讲了他乐观的老家，走到半决赛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掌声有请王悦。我那个去年节目播完哈，有一个商务演出要选几个脱口秀演员，资料全部交上去了，然后甲方把我的照片圈出来，说这男的吧，换个女的，换个女的，哦，是女的呀，换个男的。你感觉他这个话里面他没有任何的性别歧视。他就是单纯的他不要我，我知道我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看起来跟其他的女生有点不一样哈，我留短发，长得有点像个男的，好多观众有的时候评价我说我有点那种男人以上女人未满的状态。但其实我以前就意识到过这一点了，因为我读中专的时候，我学的是幼教，我们学校1000多个女生，就我这样。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吧？你按照正态分布的原则，那也应该有一个我这样的正态。只是每次大家在寝室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明明他们都换得好好的，但是只要我一经过哈，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个蚊帐拉一下。那不是蚊帐吗？你感觉他又防蚊子叮他，又防我叮他，真没必要这么防我。那蚊帐你拉上我也看得见。就因为这样，我3年我都没有去过澡堂，两边都没去过啊。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洗澡的时候他是不戴眼镜的。你说我这个样子，哪怕我默默地走进去，你不晓得多少人会尖叫着跑出来。我也没办法说，我走到门口我就把衣服脱了，然后我尖叫着跑进去。也不是没洗澡的意思哈，洗了的，洗了的。我3年都是自己拎着水桶去厕所里面洗的，那个厕所里面隔间又很小，基本上就属于是有桶就没我。你往那个水桶里一站吧，耶，水又没了。我后来还是去了一次那个澡堂，我是等到我毕业那天，我等到全校的人都走完了，我说时候到了啊。3年我交的学费跟他们一模一样多。就那个地方我没去打过卡了，我那天心想，我说来都来了，我两边我都去一下。但是这个事情里面最难确认的就是人全走完了这个事儿，我就只有朝着那个澡堂里面大喊，我说还有人吗？还有没有人啊？我知道这个行为非常的此地无银300两，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要先确认此地无银。要是有银，我就说我是包姐。我那天真的好兴奋，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女澡堂，我拎着我那个水桶我就进去了。
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根本不用拎水桶，就是你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花洒。我说老子把这些花洒全部给它打开，然后我在里面奔跑。我说啊，全是凉水。我到现在都 PTSD 了，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怕把场子整凉。哎呦，我真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进过女澡堂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但是我确实也不知道该怪谁。直到去年，我去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去年去加拿大演出的时候啊，本人已经把专场开到加拿大了啊。哎呀，还没等到天真姐，已经走向国际了。现在，我一落地加拿大，当地的朋友就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去裸体海滩。哎，你们不要有任何期待哈，也不要想象，尤其是不要想象我。我当时一听这4个字，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我说要门票吗？因为我感觉这不是不花钱就能看的，你知道吗？我那天走的路上，我都走得飞快，我生怕我到晚了，他们都穿上了。但是我一到那个海滩，那个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妈呀，对我来说冲击太大了，我根本没有一点缓冲。整个海滩上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一丝不挂，你就感觉整个海滩上全部都是蛏子。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我当时都说不出来中国话。我说 Oh my God， 你真的吓到我了。我当时脑子里面冒出来一大堆英语，什么 amazing， 我英语都是从消消乐里面学的。我当时感觉那个消消乐在海滩上能把那些人全部消了，真的。但我下一秒钟我就在想，我说他们都不怕手机被偷吗？我想了一下，应该也不怕。你看他手机偷了，他也没地方揣呀。但我居然第一次因为自己穿着得体而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得体。在那个场景里面，哪怕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在我旁边发出那种没有这种声音。我知道外国人他不会，但是我更没有听到有人在我旁边 dying。 所有的人看向我的眼神居然都是平和，我当时看的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慷慨一点，咱们也应该礼尚往来嘛。但是我们东亚人真的有脱不掉的长衫。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能感觉到大家都有点那种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尤其是月月，超级欲试。但是我能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在那种来都来了和还要回国中间徘徊，好像都在想说早知道我就该自己来。我承认我一开始想去这个海滩也是想去看个热闹，但我没想到我只看到了平静。你在那个海滩上你看不到任何的社会地位高低贵贱，你只能看得到一模一样的生命。我那天站在那，我看着一海滩的蛏子，我好像懂了一些人生道理。人和人的本质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选择而已。你看那片海滩上，大家各有各的选择，有的人就选择了散步晒太阳，也有人选择去练瑜伽打排球。原来不穿衣服还能干这么多事儿呢，我以为只能洗澡呢。但是我也做了自己的选择哈，我选择了不脱，我选择下次自己去单独脱。我回来过后，其实一直都因为那天没有在那个海滩上把衣服脱完，感到有一点点懊恼。但我脑子里面一直闪回了那天沙滩上有一个老奶奶，一个白人老太太，她是一头白发，什么都没穿，她手上举了个纸板，在那个沙滩上走来走去，纸板上印了一个单词叫 optional。
我英语真的很差，我回来查了一下，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可选择的，非必须的。我想了一下，我留短发是 optional， 去不去澡堂、脱不脱衣服也是 optional， 天真不天真、录不录综艺那也是 optional。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optional， 但你记住，如果你也要去那个海滩，不带朋友是 must。好，谢谢大家，谢谢王悦，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左票。谢谢王悦。发现特别好玩，你老说自己英文发音不好，你刚刚整个段子里，你知道英文发音最好的是那个 dang， 这也是消消乐教的英文吗？消消乐教的 ，amazing。消消乐的老板是我好朋友，可以让他请你代言。姐，你早就该回来了，我说实话。那美国读啥书不是？你赶紧的。我觉得王悦现在非常有大将之风。王悦的整个表达是从一个裸体的海滩到了内心的平静，一种很外化的大家好奇心，甚至有些煽动性的那种想法，然后到了原来人生可以这样平静的看待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开大合的状态特别的好，这个选题也非常的好，尤其是你现写的稿子，我觉得还是创作能力非常强。谢谢谢珍姐。我确实就是第一次去到那个海滩上，除了震撼，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人好像是穿上衣服才会有不同的身份。其实脱掉衣服，所有的人其实只有生命而已。对，因为我其实一直习惯大家对我有一点点异样的眼光，但是当你站在那个海滩上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跟你们所有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区别，只是选择不一样而已。对。那你以后会走进澡堂吗？如果澡堂里的人不介意的话，我很愿意去尝试。对，我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跟我共同沐浴，就是你自己开一个，就叫跃跃欲试，是吧？很好，可以，可以，欢迎大家来跃跃欲试啊，可以。其实你这几年一直都在有很多次的说到外形这件事情，但是你永远都有不同的角度再去说这个话题，让我们更透彻的了解你，也让我们更透彻的了解我们自己。其实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段子可能想把每一个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像你们都有被别人不同对待过的人，其实我想把大家都拉进我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境遇里面来，应该都能找到一点点自己的缩影吧，我觉得啊，很好。我之前看节目的时候就很喜欢王悦，他今天讲的那些梗，我自己真的经历过，因为我也是中专学幼师的，然后我也是中专学幼师的时候去澡堂，然后见过你这样子就是短头发的女生，真的。今天你等于把我看穿，我说白了，真的。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词来着？哦，我的英语也不太好。optional。哎呦，没事，咱们中专都没学过英语，真的。optional， 对，就是没有一定是选择，就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路。我觉得要让自己的选择变成正确的。所以刚刚回想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心情，我觉得好像也有点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我是很愿意接受这样子跟你一起洗澡。王悦今天接收到的这个洗澡的邀约太多了，这真是3年以来最大尺度，我真的。现场嘉宾跟选手说我们一起洗澡。各位洗浴老友是吧？我觉得跃跃欲试这个真的可行，我一会儿帮你看下这个名字有没有抢注，如果没有抢注的话，我们赶紧搞一下。不白来，真的不白来，直接开到那个什么加拿大什么的，国内国外走向国际，咱们先问问另一边浴室的2位朋友吧。我们俩感觉插不上话啊。对，那您先邀请。邀请什么呀？我说这个话题很难继续，你知道，实在没法邀约，你知道吗？对，你可以邀约，我可以拒绝。那博哥，咱俩洗去吧，咱俩洗去。哎，我刚刚的时候还在想，就是这个裸体海滩的这个事情，我在想，如果我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我就觉得，那如果没有朋友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去，但是如果有朋友的话，我也会有点不好意思。没事，你带个脸基尼，青岛有那种的。我在澡堂就是
你在澡堂戴脸巾，你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很喜欢去澡堂洗澡搓澡。然后呢，但是每次就会被人认出来。后来我就研究出来了一个方法，让别人认不出来我，就是我在脱衣服之前，我就先敷一张面膜。然后完了，我就会带着面膜进澡堂。你别说了，就大家下次看到有面膜的就是孙然后我其实是有一个观点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这个看见他们就在那儿特自由啊，在那儿徜徉，特别棒哈，觉得他们特平和。但同时呢，您自己心里这个态度呢，其实也又觉得有点别扭。您又向往那个平和，但是心里还有这么一坎儿过不去。这是您怎么看的？我一开始也没有不愿意去澡堂子，我是因为感受到了别人对我的那个防备心，所以我才是感觉给别人增加了一点困扰。就如果没有那种就是让别人困扰到的感觉的话，我是完全 OK 的，没问题的。明白。对，所以您还是就心里还心思太重，老怕给别人增加负担。对，因为他们那蚊帐一拉，你知道吧，就拉上我的心门了，已经，我没招了，我真的。明白。我小时候也是总觉得老怕给别人造成麻烦，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我们到30都会变成老登啊？我说我是就会越来越觉得，我先这么做吧，反正先试呗，这亏也亏不到哪儿去，先来试试。对，可以多尝试，反正就是 optional 嘛。谢谢王悦，谢谢王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开场表演。请王悦先来到这边暂时休息。好嘞，请大家也都从王悦的浴室里暂时出来，好不好？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最近也是涉足了一个小小的全新的领域，想必有了新的观察啊！为什么要强调观察？掌声有请黑灯。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是一个盲人，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给短视频切片的用户介绍，因为不能全指望你们，全指望你们就完蛋了。去年不小心染上了摄影，在后台给那些演员拍照啊，盲人摄影。太简单了啊！我只要拍到人，他们就说我拍的真好，焦都没对上，说我拍的很有个人风格，是吧？有时候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拍的是谁，发的时候也不知道发给谁。有一回拍的小海发给了翟佳宁，画面上是刘仁成。哎，就这样了，还接到了一个摄影展的邀请。我说我这个水平不足以参展吧？他说让你来看，你想啥呢？我说让我来看，你想啥呢？他说哎，看展你有误会，也不一定太用眼睛，用心嘛，来感受感受。我就去感受了，他给我配了个工作人员，全程给我讲解。有一幅画面，他在那讲了3分钟，没听明白。我老婆一句话我就懂了，我老婆说不好看，走吧，下一个。看完之后就一个感觉，当代艺术全靠解释，就形式远远大于内容。好多人就是纯整活。有一个摄影师玩胶片的，他把那个胶片埋到土里面放了半年，说让大自然勾勒出那个画面。我心说你不解释，这谁能看得懂，是吧？我看怎么就是黑黢黢一团。那对盲人还挺友好的，因为谁看都是黑黢黢一团。全得靠他跟你讲。我说难怪不太用眼睛呢。一头雾水。前一阵还去了另外一个一头雾水的地方，说唱巅峰对决。不是让我唱啊，让我作为一个观众，从一个路人、圈外人的角度发表一下对那些音乐作品的感受、真实的想法。我去了才知道为什么要请圈外人，因为圈内人一句难听的都说不出来。巅峰吹捧大会。我印象中 rapper 你对抗那都得问候对方家人了，到那一看他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就我一个外人看不清局面。哎，听了一下就什么感受呢？他们都不是形式大于内容，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内容，上来就先放狠话，
哇，假狠就是那种啊，我厉害，你垃圾，你不行，我厉害。我心说你厉害，你倒是拿作品出来呢，厉害就光靠说呀。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就感觉这歌就像 AI 写的。我说你给我写首厉害的歌 ，AI 说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给你写了一首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特别像小学生吵架。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我错了，初中生。有一组人气歌手，他俩唱了一首歌，说他们那个厂牌以前曾经多么辉煌，10年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我说这不全内部梗吗？这不是企业年会上该唱的歌吗？兔老板挣着钱了 ，PUA 员工说我们再加油，我们这不容易。他连年会都不如，他都不抽个奖，他。然后就被他们粉丝骂了，追着我骂，骂的最多的说我态度不好，说歌手在台上唱歌，我在下面玩手机。我看歌词啊，你们那些哥哥唱的一句都听不清。这一首歌如果盲人听不清，那就没人能听得清。还说什么你不了解，你凭什么在那瞎评论？你来录节目至少先做个背调吧。我说怎么评论还不能评论？别说你个音乐节目了，摄影展老子都去看了。听个歌还做背调，我真要背调了，我就不来了。那巅峰对决，那巅峰的歌手一个都没在。还有那种骂的搞笑的，说你装什么装，还戴个墨镜。起个网名叫黑灯，就真当自己瞎了吗？我说你凭什么骂我？你做背调了吗你？啊！我也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骂，说你以为你瞎了，你就真的瞎了吗？骂我就骂我，饶舌还给我。众多骂我的人里面有一个人，那个人素质断崖领先。他会换位思考，他会替对方着想，他怕我看不见，他发语音骂我。骂的最难听的一个，骂的非常的脏，说还讲什么内部梗，内部梗谁说得过你们脱口秀演员呢？我说骂到我心坎里来了。这就是脱口秀最大的问题，你发现没有？内部梗太多了，新观众根本听不懂。你要把这2个节目录制的观众换一换，2群人都懵了。那个说唱听众来到脱口秀录制现场，上来个丑八怪跟你讲那个赵栋带着马雨成去走红毯了，听不懂吧？就是这种感觉。赵栋是谁？赵栋是南瓜。你要没看过3年脱口秀，南瓜你都不知道是谁。都说脱口秀门槛低，那是讲。听脱口秀的门槛现在非常的高，听个脱口秀恨不得你得给他加30个注释才能听得懂。人家大作家那个硕士论文都没有30个注释。所以啊，要想有传播、有热度，要想你就得讲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东西。我还是拿说唱举例，谢帝。谢帝，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什么？那是糯米的作品。你说讽刺不讽刺？这么多年了，谢帝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个“老子今天不上班”，这是真有内容、真的情感，才能广泛共鸣、触动内心，对吧？你就应该写这种真的东西啊！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这么大情绪吗？因为我是最大的内部梗。去年这节目上就这帮人 Q 了我19次，对面节目我还去了5次，我都给剪出来了，9分多钟发到网上去了，你们回去可以搜一下，名字叫《黑灯笑话大全》，但准确来讲应该叫《笑话黑灯大全》。不好笑，就硬 Q，但凡有个看不清的，
就是黑灯。我也不能板着个脸坐在那，显得我这个人小气，我就开始真人秀。我说，我心里想的，去你的，是你的票吗？都是老子的票呀！他们满票220，我应该870。所以朋友们，写点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好段子吧。你不能预设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病情呀，别说别人了，我自己都不太搞得清楚我的病情，也是最近才搞明白的，对吧？所以，我以后每次上台，我会先介绍，我说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是一个盲人，啊，为什么结尾还要再说一遍？因为有的短视频切片，他会给你把头给切了，是吧？我讲，谢谢大家。谢谢黑灯。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并锁票。大家能听出来，这黑灯今天情绪蛮大的啊。我是庞博，我在这边，我在那边是吧？无所谓，无所谓。黑灯今天除了这个内容之外，还带了一份这个通缉名单，对不对？是，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发的那个江湖笑话黑灯通缉令，线下谁给讲了黑灯了，全给记下来。我看着，还有我呢，还有你啊，还有你。哎，我没讲吗？我也讲了，没写我呀。我自首行吗？我自首，我跟谢谢自首。我刚开始说了，我说，哎，你不让你们免费给我看当眼线，发现一个奖20块钱。很快就发现太多了，后来就改成5块了。你们看到没有？还有好多钱没付钱呢啊！真的很精彩啊！大林怎么样看这段？我是感觉到他好像比以往更愤怒一些，更激动一些。是，其实我今年就觉得，在所有选手当中，就是黑灯的表演是让我最期待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上学的时候都在班里讲过笑话，特别容易让大伙儿就乐了，因为你就拿这同学和那老师开玩笑，他没有不乐的。这同时也是一种内部梗，但是我觉得很难啊，很难。到决赛，我觉得都不会没有这个的存在。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快速的拉近你跟观众的距离，对，1句2句的没什么。黑灯这几次表演的作品态度都特别明显，且特别的辛辣。啊，他没有就停在自己这个个人的事件上，比如之前说病情、说反诈骗什么的，我觉得起码说了一点社会议题，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观点、一个态度，但没他这么锋利，没他这么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去支撑。其实黑灯老师去的那个隔壁节目我也看了，然后我还说最新一期怎么没有你了？被骂走了。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节目上比在这个节目稍微 peace 一点。我都是笑着说的，他们说我冷笑。就他看你不对，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对，我觉得可能是你在那个节目，反而我觉得可能是被骂的比较多，然后受了挺多委屈的，然后在这儿把愤怒全都表达出来了。我今天看就是这个感受。黑灯，这又是你新写的一篇是吗？因为最近才挨骂。本来是要录1整季那个说唱节目的，没打算来录喜单，跟他们聊好了，然后后来回来比这个来了，我说那我就不去了。他说来一期就骂成那样，幸亏只录了1期，脱口秀救我一命，今年是。这一季尤其的觉得你的那个能量和你的愤怒，然后你的情绪都扑面而来，你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源源不断的去观察。就我特别想知道，你会有一种会枯竭感吗？还是说你一直持续的都是是那么旺盛的一种创作的状态？有生活就可以，有生活就不太用内部梗，你就可以不断的有素材。我觉得是你足够的敏感，也是足够的纯粹。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生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创作出来这么有态度的东西的。谢谢。我觉得黑灯像一个探照灯，就是但凡被他的探照灯照到的地方，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监控式喜剧。对，这我觉得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它有一种那种全知全能的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它只要扫描到了，然后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数据分析跟一些结论。然后这个角度又特别的辛辣，有的时候内部梗它就会拉高观众的门槛，让自嗨的人觉得哦还不错，但是新的人又没有一个契机让他进来。所以我觉得今天黑灯讨论的这个内部梗的话题，它是各种行业、各种文化传播
他如何打破一个边界，让更多的新的人愿意来听、来看、来享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然后我也觉得黑灯功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观察家，也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评论家，也越来越像一个 rapper。他们第一季说唱的时候，我觉得哇，耳目一新，就耳一新吧，可能就是。你这也不怨大家，这玩意儿确实好笑。这后来就没怎么听了。然后他们找到我的时候，也是想说你从一个路人的角度去，让他们听听那种你得怎么打动我，你把这个盘子做大，你就得吸引那些人过来嘛，对吧？结果去了之后，他们反而说，哎，你不懂，你凭什么来？我刚才漏了一句，就是说不管是什么行业，脱口秀也好，当代艺术还是那个自嗨，就很快就会完蛋了。我爱脱口秀，我不想它完了。所以说回来，他也是爱这个说唱的啊。要是这事情跟我完全无关，我也就没有那么多想说的了。但我觉得很妙，给你放在前面，这个很好。给后边选手，万一有内部梗的，有时间能改一下。我改的乱七八糟，都演的不好，寂寞，堵死所有人的后路。谢谢黑灯，谢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急什么？我的身份你还不知道吗？你是？我是淘宝闪购悦享会员啊！上淘宝闪购搜悦享，提1对1起送券，喜提1单夜宵不错过。从你专业的角度分析，来野餐能不能自带酒？从不同专业的角度分析，应该都没人不让带。但你也没必要酒水、饮料、烧烤、汉堡都自己带吧？淘宝闪购点外卖拼团太优惠，多场奖没毛病。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喜提1单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我想，哎，你干嘛？我可是正经人啊！啊，想吃东西啊！淘宝闪购够快够好够优惠，喜提1单买起来更上头。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内部梗啊？已经给你拖了足够多的时间了。这一季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有美式咖啡，有中产的公路车，还洗脑过魔镜，最终发现自己就是一位来自东北的美式小伙。掌声有请于博。嗨，朋友们，嗨 ，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博，这篇暂时没写那部梗，暂时没写，又来录制了，辛苦你们，录制就是很累啊，我一来录制，我天天熬夜，我这段时间已经熬到了一天3、4点钟睡觉，我和老家都熬出时差了。我现在一来上海害怕，我说哪是上海呀，什刹海。是因为我之前没有那么敢熬夜，我之前一熬夜，我妈就管我叫慢性自杀。每天准时10点一个电话打过来，于博儿子10点了，立马放下手里东西倒头睡觉。现在放下睡觉10点。我一般在从剧场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说是2只手都放下吗？不让慢性自杀是嫌慢。熬夜吃点夜宵，慢性自杀；炸串烧烤，慢性自杀。那怎么可能？我和女朋友在一起熬夜吃点那个炸串烧烤，多开心呢！这最多算慢性殉情。我妈不能理解，因为她是不懂表现温柔的人，她还以为殉情是古老的传言呢。不是，你说她真健康吗？也不是，她只是不吃外边的东西，光吃自己做的饭嘛。但问题同样，如果当天不做饭，就是头一天晚上，或者前1周自己做的饭，饭放时间太长了。我家吃的腊肉全是上一顿的鲜肉，冰箱端出一盘剩的小鸡炖蘑菇，第一顿没放蘑菇。他自己会长，以为自己做饭健康，最后就活在对安全的幻想里，因为真出事自己意识不到。有次豆角没炖熟，凉拌豆角他都没炖呢，我
上医院洗胃呀，我就这还嘴硬呢，非说那个胃洗洗更干净。有人为爱奔赴，我妈为爱干净，对吧？但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对吧？我知道我吃那玩意儿可能外边的不干净、危险、脏，但我能提前看得见，就能预防，对吧？麻辣烫端出来，看着黑色液体小勺，我就知道去厕所吃，只需要磨成粉末当蘸料吃。吃麻辣烫就是要坚持不懈，最后啥事儿没有，这里面就是我的价值观，但我不能真的这么干，因为我如果真的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我妈就告诉我这叫挑食。挑食是我的问题吗？挑食好像是我从小到大家庭关系里的霸凌。为啥家里边只有小孩挑食，爸爸妈妈从来不挑食？网上说，因为他们只买只做自己爱吃的菜。那你要理解这个，这就是霸凌。我被霸凌24年，我以后有小孩，我也只买自己爱吃的菜，然后骂他。小崽子真挑食啊，这不吃那不吃的，那火锅不吃，烧烤不吃，啤酒不喝，可乐不喝，你想喝什么？麻辣烫也不吃。这玩意儿你爸年轻想吃都吃不着。麻辣烫，现在小孩儿，我生在杨国不知福。老说我吃那玩意儿没营养，对吧？我不排斥营养，我热爱营养。我现在边喝可乐边吃钙片。我喝可乐往里边加钙片，这都脆波波。是因为话语权在上面，他们定义我挑食，同时定义我吃的东西叫垃圾食品，就吃。每个垃圾食品都有自己的传说，名菜才有传说，听过吗？就那炸鸡，说那鸡是拿6只翅膀的鸡做的，拿那老3头6臂的鸡做的。大人用这种传说吓小孩不敢吃，怎么可能？小孩听了肯定特别想吃。谁吃过3头6臂的鸡呀？谁见过呀？3头6臂就见过哪吒，谁吃过油炸哪吒呀？吃油炸哪吒，我要卷敖饼。老陈塘关鸡肉卷这一块，老拿都市传说吓小孩不敢吃，有没有可能反而会激起小孩的好奇心呢？对吧？我们小时候那老谣传，那时候有个辣条，说是拿他爸做的，拿他爸做的，这辣条谁听了不想吃啊？你不好奇吗？我借钱吃，那辣条我从1年级开始吃，该说不说，他那真好吃，感动，想替他给他爸尽孝，想给他爸烧纸。边吃边在配料表里找他爸的名字，后来看他爸好像叫亚硝酸盐，就吃。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进化到了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靠的不是我的利齿爪牙，而是我 pH 值大概1.3几的胃酸。这是全自然界最厉害的消化能力，对吧？巧克力狗吃就死了，我吃就开心。人的身体比各位想象的更强大，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喝92度的开水，没有。但我爸可以，92度接出来好不好？92度能直接在他胃里边做手冲。92度，我爸不怕开水烫。我喝不了，我爸就骂我。小崽子，细皮嫩肉，这一代小孩娇贵废。92度算什么？你爸年轻搁工地干啥的？端铁水的，融化的铁水，能理解，因为你端的玩意儿1600多度，
对吧？问题是你那个嗓子是怎么练的呀？端的满满一盆铁水要洒了，他说：“哎呀妈呀，没。练去嘛，那92度算冰镇。”朋友们，我们不是永远都要吃正确的东西，因为我会自己消化。我小时候吃过橡皮、笔盖1毛钱，卷笔刀，我还活着。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成为更好的文具盒。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朋友们，就连笑话也是一样的。就算你觉得今天的笑话不正确，明早你就消化。谢谢你们，讲完了。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于博特擅长找一个极小的切口哈。其实最开始还是只想聊挑食，然后最近想把它往上拉到对正确的追求有点太极端了，我就想稍微点一下。我是那个地方拍的，就是你说小的时候吃过各种，我就是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都说我们的什么90后啊、80后小的时候很难杀，因为大家小的时候真的吃过很多。我在想，我小的时候吃过那个油笔的那个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嘬没嘬过，然后嘬的一嘴都是那个。但现在想想，如果要是搁到我现在的孩子让他要去玩这个，我肯定会拼了命的阻止。但是想就是觉得挺有共鸣的。然后你又说吃一些垃圾食品什么的，就是。我也喜欢吃，我平时也就爱吃点这种什么火锅啊、辣条啊什么的，只要就着补鸡一起吃就行。对，然后你说的那个长了6个翅膀的鸡，这个我真的听过。6个翅膀的鸡，那不堕天使吗？我是听到后边我才明白为什么叔叔要喝92度的开水，因为你妈爱生拌豆角，在胃里他被在里头给他弄熟了。不行啊，您回去跟叔叔阿姨说也甭费劲了，咱直接就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也行。我只是觉得您今天是怎么好像和大家没有特别同频到那种大家都特嗨的那个情况，然后明显感觉您后边这状态就没有前面那么激动。上来其实那开门包袱都挺好的。我其实一直担心就是后面这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尺度有点大吧，然后就会有点担心大家 get 不到，然后就可能那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您说的时候，您自己心里就有这种感受，就担心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别扭什么的，就您没有坚持，您要跟黑灯似的，我是，是吧？你看他就很笃定，他就说就这样，就是对吧？你刚才要这样，我们可能也就下乐了。一些未发生的风险好像比发生了的影响还大，是不是？对，我觉得你的这个选题是拿了一个特别小的切入点，掰开了揉碎了，在讲挑食的一些细节。然后你的很多表达，比如说爸爸辣条那段，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但你整个人的声场跟气场又比较低，所以它本身就会有一点情绪起不来。没办法。我本来也不是很会用情绪引导的，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在当下爆炸，没事的。我之前说过，我说我特别喜欢你说话那个黏糊的那个劲儿，但今天那个黏糊呢，好像就是真黏糊了，倒不是说非得爆发的去演，我觉得可能还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最舒适的一种状态，是吗？还行吧，可能是接黑灯比较害怕，我也不吃人，我也比较懦弱。有的时候现场并没有如我想象的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你回味一下他刚才其实那些点以及那些包袱他都在，也都挺好，但有可能真正到了网络上那个回馈是还不太一样，这有时候现场跟那个实际网络观看的那个感受是会有一些区别。挺好，来，掌声给于博，请你先来到我们身边。我觉得这篇稿子很好，他这篇稿子是需要时间去想的，是需要时间去看的。准备好，在我看来是我当下最想说的东西。我觉得最近这种感触就是大家只允许一个道德完人的出现，所有歪理都不给他任何包容，这个在我看来是反喜剧的。我想试着阐释一下，正确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东西，但目前看还是道阻且长。